天元大陆，修仙者移山填海，杀人夺宝，如家常便饭。穿越者陆长生，太乙圣地第9峰大师兄，表面是绝世高人，实际毫无修为，全靠金手指无敌领域系统。只要站在以自己为圆心、半径几米的小院内，便是言出法随的大道主宰。离开白线半步，就是战五渣的凡人。如今正是魔道大举入侵太乙圣地，魔劫过后的第3天。这一觉睡得真香，外面好像消停了。我去！山呢？我落那么大一座第9峰呢？想起来了，3天前一群魔兽大能杀上山，在外面狂轰滥炸。我的无敌领域只有院子这么大，所以院子保住了，但山被他们硬生生给干碎了。这让我怎么下山买米？我恐高啊！大师兄，你醒了！吓死爹了！还以为爬上来个什么水猴子，这不是我那个被人退婚的师弟萧火吗？他居然没被炸死。火儿，这3天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若非大师兄以无上神通，在这毁天灭地的魔劫中护住这一方小院，师弟早就化作飞灰了。大师兄的修为，当真是深不可测。深不可测个啥呀？那是系统给的绝对无敌圈，我一步都不敢出去，好吗？这周围乱糟糟的，成何体统？去，把山扫干净，赶紧把白线边缘这些碎石和垃圾扫走，看着就碍眼。顺便填坑，免得我起夜一脚踩空掉进万丈深渊，那死的也太憋屈了。把山扫干净？可是山都没了呀！大师兄这是何意？这扫帚里竟蕴含着一丝镇压诸天的厚重道运。我明白了，大师兄说的山不是眼前的土石之山，而是我心中的魔障之山，是这世间的残存魔气。大师兄是让我以这把无上神器扫平虚空，重塑第9峰。多谢大师兄赐下无上机缘，小伙定不辱使命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也要将这天地的污浊统统扫净。不是让你扫个地，你至于吗？这孩子脑子是不是被魔修炸坏了？我操，还有活着的！别过来啊！什么脏东西！别过来啊！言出法随，随手掷出的帆布，竟蕴含着封天锁地的法则。我去，这外面的世界也太变态了吧！连随便一阵风都能刮出个绿毛怪，不行，我绝不能出去。陆长生，巡查使驾到，还不出来迎接？上界仙人，竟敢对大师兄如此无礼！白玉仙宫，奉旨。这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一看就是高级催收员啊！李老头这次到底在外面借了多少高利贷？催收的连全息投影、威亚和音响都用上了，还让我出院？哼！只要我一踏出这个门槛，肯定被套上麻袋拉去挖矿，一辈子还债，门儿都没有。没米，要米没有，要米一条，有本事你自己进来拿。这凡人竟能在本使的仙威下泰然自热，仙尊命我不可入阵，务必将他诱出白线。看来不能硬拼，得用利诱。陆长生，你若肯踏出这院子，随我回仙宫接受考察，万载寿元、极品仙丹、无上功法，皆由你挑选，何必待在着破院子里？来了，经典东南亚杀猪盘话术，先用高薪和美女诱惑，等我出了国界线，马上就是一顿毒打加电击，真把我当3岁小孩了。少废话，别说万载寿元，你就是把金山银山搬来，我也绝对不出去。我这人就喜欢宅着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使倒要看看你这院子到底有何玄机。又是这等烟糟的手段。那可是9天破灭符，足以轰杀大成期大能的底牌。
居然被他随手泼出的一滴隔夜馊茶给抹除了，连一丝法则波澜都没掀起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我靠！刚才那金光闪闪的玩意儿飞过来，我差点尿裤子。还好无敌领域够猛，自动清除了。这要是不小心溅到我身上，我这凡人肉桃躯岂不是直接火化？还有什么手段一并使出来吧，本座赶时间睡午觉。前辈修为通天，晚辈佩服。既然前辈不愿受俗物利诱，那便走仙界正规流程吧。前辈，此乃接引上界的登仙桥。仙界巡查时考核极其简单，只需前辈踏出这院门，在桥上走2步，以正仙缘。只要2步，仙界大门便为前辈敞开。登仙桥，传闻中只有半步飞升的大能，历经9天雷劫后，才能引动的接引仙桥。这巡查使好大的手笔，主人这般无上存在，难道真的要被接引去仙界了吗？那我这贴身丫鬟岂不是要失业了？走2步，你当这是卖拐啊？我要是跨出这条白线，立刻就会从绝世高人变成战五章凡人。别说登仙了，你这老小子肯定第一个把我切片研究，绝对不能出去。哪怕你在外面铺满金砖，我也得苟在这个院子里。前辈，难道连走2步的胆量都没有吗？莫非这院子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禁制？走2步，以正仙缘，尔等上界之人，果真粗鄙不堪。你以为跨出这道门槛，踏上那座破桥，便是仙？大错特错！本座眼中，院外一步，皆是红尘业障。本座在此红尘炼心，这方寸小院，便是一切大道之源。你让我为了区仙缘，去沾染你那满桥的业障，可笑至极。红尘业障，方寸即大道，难道他的境界已经超越了仙界诸天？他是在借这破院子镇压整个下界的因果，难怪仙尊不敢亲自下凡。大师兄说的对，剑修就该有一剑破万法的气魄。什么登仙桥，什么仙界考核，皆是红尘业障。大师兄，这是在点拨我的剑心啊！不愧是主人，连仙界接引都不屑一顾。我顾倾城能在这方寸道场里给主人洗衣服，真是三生有幸。红尘业障，方寸即大道，此人竟将整个下界视为牢笼，借着破院子镇压天地因果。难怪仙尊派我下凡，他绝不能留。前辈好高深的境界，既然前辈不愿踏上登仙桥，那晚辈只好得罪了。仙尊有令，今日哪怕毁了这方天地，也要请前辈出山。仙界手段竟恶毒至此，他不敢进院子，竟想连同这片天地一起毁掉。主人小心，这是上界的陨仙沉泉阵，一旦坠入虚空，大成期修士也要化作飞灰。大师兄，地都裂开了，我这地扫到一半没法扫了。扫你大爷的地啊，命都没了！这白毛怪把地基都挖了。这失重感太强了，我要吐了。但领域不包防摔啊，要是掉进那个黑洞里，我这小身板岂不是要被碾成渣？得找个东西卡住。慌什么小伙？拿那扫帚去下面顶一下。拿着破除扫帚，顶住仙界大阵。我懂了，大师兄说过，方寸即大道。这扫帚日日伴随大师兄，早已沾染了无上道运。大师兄这是要三师弟以凡物破仙法，正道开天。三师弟，还不快去，莫辜负大师兄传道之恩。大师兄赐法，小伙万死不辞。开天体术，给我开！
不可能！那明明只是一把下界的破扫帚，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仙尊赐下的阵盘？而金光，那是凌驾于仙道之上的宇宙本源法则，他连一根扫帚都能化作定海神针，这陆长生到底是什么不可名状的恐怖存在？这不可能！下界的一把破竹扫帚，怎么可能蕴含着连仙尊都不曾掌控的宇宙本源法则？大师，我懂了，这就是您传授我的开天体术，一凡逆仙，一道开天。懂你妹啊，懂！我就是让你拿那把破扫帚去下面垫一下，谁知道它怎么变成定海神针了？这破系统到底给这院子里的东西施了什么邪术啊？天上那个扑棱蛾子，你别光在那瞪眼啊！你倒是冲进来砍我呀！只要你迈过这条白线，我分分钟教你做人。上面风大，道友不如下来喝杯茶。喝茶？喝你大爷的茶！连把破扫帚都能顶破仙界大阵，我要是下去了，还不得被你用茶壶砸成肉泥？想骗我进那片诡异的区域，没门儿！陆长生，你休要猖狂！我乃9天白玉仙宫巡查使，代天巡狩。今日不管你用什么妖法，都得死！9天神雷，听我号令！仙考之雷，诛灭异端！仙考之雷，大师兄小心！我靠了，这孙子不按套路出牌啊！你是个拿着武器的修仙者，你怎么玩起远程法师的套路了？完了完了，这雷劈下来，我这凡人肉胎还不得变成7分熟的烤肉啊！咦，没劈着，原来领域的免疫远程攻击是真的，吓死爹了！就这，连给我掏耳朵的力道都不够，上界是没人了吗？万法不侵，连仙考之雷都能无声磨除，大师兄的境界恐怕早已超越了9天之上的仙尊。你究竟是什么怪物？连仙考之雷都能无声抹破，你绝对不是凡界之人！我靠，这孙子怎么还不走？我刚才掏耳朵手都在抖，好吗？你别看我了，快滚快滚！万一你看出我真是个战五渣，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上界就这点手段，若是没有别的把戏，你可以走了，别耽误我午睡时间。好一个狂妄之徒！你这阵法诡异，我破不了。但你记住，大道法则由我上界掌控。有种你走出来！有种你进来！你出来！你进来啊！你给我等着！只要你敢踏出这条白线半步，上界必将你神魂俱灭！大师兄神威，几句真言便逼退上界仙使，万法不侵，简直是天地共主。可算忽悠瘸了，出去！我这辈子就焊死在这条线里了。1天10厘米，这几十天可累死爹了。不过总算没白忙活，白线终于扩到了孤岛边缘。现在整座第9峰孤岛全是我的无敌特区。二师姐，大师兄这数十日来，每天拿着那根奇异的白棍在地上画圈，究竟是何身也？你懂什么？大师兄这是在重塑天道法则，灵气都被镇压得服服帖帖。他是在为我们圈出一片人间仙土，划定天地棋盘。我萧火一定要成为绝世强者！行了，你去劈柴，如烟，你去扫地。谨遵法旨。扫地就扫地，还整了这么多戏。前辈，仙尊念您修行不易，赐下灵宝一盒。只要您跨出这山头，这无尽宝物便全是您的。当我3岁小孩呢，这钓鱼执法的手段也太低劣了吧！真以为我是那种看见宝物走不动路的龙傲天？我只想活命啊！
拿走拿走，挡着我晒太阳。前辈，这可是万年难遇的机缘，您只需伸个手，走一步，郭总。哈哈哈哈，连护体罡气都没启发，就这？本以为是什么高人，原来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。这宝物也是你能得到的？坏了，瓜子壳出了白线就没威力了，这货不会看穿我是个战五禅了吧？系统，你这白线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哼，蝼蚁也配试探本座？既然你不敢出来，那本巡查使就亲自进去拿你，搜魂夺魄，看看你到底在装什么神，弄什么鬼。我去，他进来了，这可是化神期。不，这是什么力量？这不可能！二师姐，你看，大师兄用一颗生瓜子就抹杀了化神期大能。那是瓜子吗？不，那是大师兄凝聚的一界星辰。他是在告诉我们，只要心中有道，万物皆可斩仙。呼，吓死我了！原来进献及毁灭是真的。系统爸爸，我爱你。师尊，巡查使大人他连一息都没撑住，甚至没看清那凡人用了什么法宝。不是法宝，是法则。那条白线之内，灵气沉浮，大道随心。本尊确认了，那白线之内是绝对禁区，即便是我下界，若踏入其中，下场也与巡查使无异。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难道任由他盘踞东荒？县内不可敌，那就不进县。去传令下界，就算用尽天下之宝、绝色权势，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给本尊诱出来。只要他踏出白线半步，就是他的死期。大师兄，刚收到山下传音，东荒9大宗门联名送来大礼，请您下山主持东荒天骄论道大会。他们还在山脚下铺了10里红妆，送来了3000绝色剑士，说是只要您迈出山门一步，这些全归太乙圣地。3000绝色剑士，10里红妆，这也太下血本了吧！老子母胎单身20多年，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这修仙界也太腐败了，太万恶了吧！我要下山，我要去批判他们。大师兄，终于要出山了吗？东荒沉寂太久，是时候让天下人见识太乙第9峰的无上锋芒了。等等，我在干什么？我他妈是个毫无修为的纯完人啊！出了这条白线，我连条野狗都打不过。3000绝乐再好看，也得有命享受啊！外面那帮神仙妖魔动不动就搜魂夺舍，我出去就是送外卖。红粉骷髅皆是虚妄，大道漫漫，唯我独行。去回绝了吧，莫让这些俗物脏了第9峰的清净。红粉骷髅皆是虚妄，大师兄道心之间如苍天霸血，万古不灭。如言受教了，我这就去把山下的使者赶走。这特妈是什么情况？我这第9峰什么时候变成大型避难所了？连掌门养的仙鹤都特妈挤在墙角拉屎。二师姐说的对，大师兄画出这条白线，就是为了向我们传授大隐于世的无上狗道。外面打的头破血流算什么？只要不出这白线，化神期来了也得跪着唱生符。那是自然，主人的领域之内便是仙界净土，能在这里擦桌子，是我瑶池3生有幸。长生啊，你别管他们，
为师最近在外面欠了点赌债，正好在你这圈里躲几天。你放心，为师绝不出现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说好的热血呢？我的清静全没了。太乙圣地简直欺人太甚！陆长生，你堂堂绝世高人，难道就打算一辈子缩在这破山头当缩头乌龟吗？有种出来一战！有种你进来啊！庶子狂妄，有种你出来！我就不出来，有种你跨过这条线来打我呀！我大师兄用一颗花生米都能把你们串成糖葫芦，你敢进来吗？好家伙，小伙这小子是把我的精髓学到手了。只要有这条线在，这帮人确实拿我们没办法。狗柱果然是第一生产力。好一个太乙圣地！有种你们一辈子别出这条白线！我们走！一群缩头乌龟，连我大师兄的一根汗毛都不敢碰。长生啊，人都走远了，别装了。为师我看得心惊肉跳的，你这空城计玩的也太悬了。这老头一回来就给我上眼药，他可是当年把我带上山的人，知道我是个练气期都突破不了的小垃圾。师傅多虑了，那些人不值一提。长生，你到底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？那个赵无极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，但我清楚你的底细，你就是个凡人呐！我他妈也想知道我是怎么把他们忽悠瘸的。但凡我踏出这条白线一步，我就得被外面那帮人解决了。师傅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你看到的凡人，就真的是凡人吗？你少跟我来这套玄乎的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你连个火球术都放不出来。你划这条白线，不就是因为你出去就会挨揍吗？我操，全被这人看穿了。不行，只要我不承认，他就拿我没办法。世人皆醉，唯我独醒。师傅，你着相了。如烟，小伙，你们醒醒啊！别被你们大师兄骗了，他根本不是什么隐世大能，他一点修为都没有。师傅，你常年在外躲债，道心蒙尘，眼界也变得如此狭隘了吗？大师兄这是以凡人之躯体悟红尘大道，返璞归真。我狭隘？是啊，师傅，你没看到大师兄刚才喝茶的动作吗？那是何等的浑然天成！大师兄是在向我们展示大道至简的无上之理，他那明明就是渴了。大胆，竟敢非议主人！若非看你是主人的名义师傅，我瑶池圣女定将你镇压于此。疯了，全疯了！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哎呀妈呀！太感动了！有这群脑补阁徒弟在，我连嘴都不用还，他们自己就把逻辑闭环了。李老头，你这唯一清醒的人，注定是孤独的啊！李道然，一个老骗子！骗我们幽冥血宗的300万极品灵芝什么时候还？今天你要是不给个交代，老子平了你的太乙圣地！李道然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。今日若交不出300万极品灵石，老子就拿你这第9峰所有人的精血来抵债！雪碧老祖，快限几天吧，我真没钱！我去，300万极品灵石，李老头你是去进货了吗？欠这么多？这老头看起来一刀能把我劈成2叠啊！冷静，只要他在天上叫唤，不进我的圈，我就拿他没办法。如果他冲进来，那就是送人头。我得装得高深一点。吵！哪儿来的黄口小儿？区区一个毫无灵气波动的凡人，也敢在老祖面前装蒜？给我来！好耶，他进来了，这人送菜送的真痛快。苍蝇真多。这是什么大道法则？你不是凡人，你是……这怎么可能？大师兄神威，一张果皮便能演化诸天星辰大阵，这是何等的阵法造诣！
主人随手一击，便有无上道运，这等境界，我瑶池圣地那些老祖连给主人提鞋都不配。鸡草勿溜。不过这葡萄还挺甜的。仙尊，您看，此人分明毫无修为，却能以一张果皮解决了下界炼虚期修士，这种情况实在让人费解。哼，障眼法罢了。本尊观察他多日，他所在的那方寸之地似乎被某种诡异的法则笼罩，不可硬害。你看那条白线，他无论做什么都绝不踏出那条线半步。仙尊的意思是，他的力量只局限在那小院之中？不错，此人必定是身怀某种上古重宝，但自身受限，虚张声势，妄图以逸待劳。传本尊法旨，既然他绝不出院，那就引他出来。仙尊英明，弟子这就下界，定要让他乖乖走出那条白线。我操，极品灵石，这么多极品灵石，要是搬进来，小爷能买下整个东荒的烧鸡和好酒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不行，忍住，绝对有诈！这荒山野岭的，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长出一座灵石山？肯定是谁想骗小爷出圈。只要我脚趾头迈出去一点，绝对被外面的大佬秒成渣。小爷忍。我说长生啊，你都在那儿趴了半个时辰了，外头那明显是幻阵。你真当天上掉馅饼啊？师傅懂什么？徒儿这是在借灵石之光，感悟天地财气，淬炼无上道心。装，接着装！要不是为师知道个毫无修为的战五茶，还真信了你的邪。不就是怕死不敢出去吗？好深沉的心计，面对如此海量的极品灵石，居然能忍住不踏出半步。看来力又不行，只能攻心了。仙尊说过，此人极重同门之义，此阵由我开启。陆长生，你师父李道然已落入我等手中，限你一炷香内走出小院来万都谷领人，否则本座让他神魂俱灭。大师兄，师父被擒，如烟愿打头阵，杀去万毒谷。敢动我师父！大师兄，我这就去把那帮杂碎的脑袋拧下来当球踢！我操我操！你们两个莽夫，给我回来！万毒谷一听就是副本精英怪老巢，你们出去送死就算了，谁来保护我啊？慢着，众人这般平静，肯定是早就看穿了。你们要不然抬头看看。放屁！我明明在啃西瓜，什么时候被绑了？这哪个缺德玩意儿造的谣？原来如此。大师兄身不出户，却能掌握全局，一眼看出上界的幻影迷局，如烟叹服。险些中了那人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多亏大师兄洞若观火。什么东西洞若观火？当事人都坐在这儿吃瓜了，我还能看不出来吗？这造假的也太不上心了吧！陆长生，只要你跨出这区区白线一步，这些仙界至宝无上功法皆归你所有，一步便可得到。我操我操我操！极品灵石，发光的大宝剑，这随便拿一件去当，我8辈子都不用愁了，买下整个东荒都够啊！就一寸，就一寸啊！我只要伸个脚，不行，不能去！出现就是战五渣，外面那个神棍肯定等着秒我。我的命比钱重要，忍住，必须忍住。乖乖，这么多好东西，长生，你不拿师傅可拿了啊！师傅且慢，此乃上界妖人的攻心之计。您看大师兄，大师兄面对如此滔天富贵，竟不为所动。他微微颤抖的双腿，定是在暗中运转无上玄功，压制着仙气散发的蛊惑之力。这是何等恐怖的定力！主人连我瑶池圣地的传承都不屑一顾，这些上界的破铜烂铁，怎入得了主人的眼？别吹了，我想要，我想死他们了！等等，我人不能出去，但我把他们扒了进来总行了吧？只要进了我的无敌领域，那就都是我的了。门前堆满杂物，成何体统？嘿嘿，看我一招横扫千军，全给扒了进来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的钱，不要离开我！我的极品灵石，我的宝物！这破扫帚怎么自带粉碎机功能啊？系统你大爷的，败家子啊！大师兄这随手一挥，
竟蕴含着大覆灭法则。仙气在他眼中，竟连凡间尘土都不如。何等霸道，何等绝伦！这是在警告上界，休拿这些破铜烂铁来脏了地九峰的地！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暴殄天物，暴殄天物啊！长生你个败家玩意儿，你不要给我也行啊！浊气太重，不堪入目。装吧，接着装，再扫下去，我连个钢镚都捞不着了。不能用死物去扒拉，得想个活着的办法。对啊，我出不去，他们能出去啊！这几个县城的苦力不用白不用，只要他们把东西搬进白县，那不就是我的了吗？我简直是个天才。如烟、萧火，这上界既然送了份大礼，我们怎有不收之意？不过我不屑取之。大师兄的意思是，你们去将外面的东西统统搬进来。大师兄，这会不会是上界仙人的陷阱？那白县之外，恐怕危机四伏啊！有个屁的陷阱，那是钱，是宝贝。你们不去搬，我怎么发财？修行一途如逆水行舟，若连这点胆识都没有，谈何大道？这便是你们的历练。大师兄用心良苦，他是要借上界之手磨砺我们的道心。若我们一辈子躲在大师兄的庇护下，何时才能独当一面？没错，大师兄连这么大的诱惑都能视若无物，甚至化作齑粉，这是在教导我们：万物皆可为我所用，但不为万物所役。力不数练的无所谓，徒弟们赶紧的，那边那个散发着紫光的丹炉归我了，谁也别跟我抢！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连这点小场面都要主人费心点拨。对，就是这样，赶紧去搬，连地上那块发光的砖都别给我放过，统统搬空。去吧，记住，动作要快。师尊，你若害怕，便退回领域内。大师兄既然让我们出来，就说明这劫雷是对我们的考验。考验个屁啊！我是让你们去捡钱，不是去送死啊！快回来，我的摇钱树要被劈没了。那丹光是大师兄要的战利品，谁也别想碰。大师兄传我的开天体术，给我破！大师兄，幸不如敏，您传授的凯天体术果然天下无敌，连上界劫雷都能一拳轰碎。什么开天体术？我不就让你天天在后院劈柴吗？你这肌肉是怎么练的，连雷都能打爆的？这修仙界还有没有一点科学常识了？区区劫雷也值得你大呼小叫？大师兄教训的是师弟眼界太窄，沉不住气。在主人眼里，天道劫雷连个响屁都不算，你才学了点皮毛就沾沾自喜，真是丢人。大师兄此言是在提醒我们，莫要被眼前的微末力量蒙蔽了道心，真正的大道在更高处。对，你们接着悟，只要不妨害我清点这堆宝贝，能卖多少灵石就行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把东西都搬进库房吧，没别的事，别来烦我。掌门，大消息，大消息啊！何事惊慌？成何体统？地九峰那个曾经的废柴萧火，刚才在地九峰外随手一拳，把上界仙人留下的紫霄劫雷给干碎了。什么？紫霄劫雷？那可是华神朝碰了都得灰飞烟灭的东西，他一个经脉尽断的废人怎么可能？弟子亲眼所见，萧火师兄大喊了一声：“大师兄传我的凯天体术！”然后一拳就把天给捅了个窟窿。大师兄又是陆长生，随手教一个废人，竟能练成硬扛天劫的无上体术，这是何等通天的手段啊！我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长生这不是在教徒弟，他这是在布一个大局呀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萧火这小子不仅能打，还挺会收破烂儿。这么多宝贝，够我在院子里躺平吃8辈子了。大师兄，您方才说天道劫雷连个响屁都不算，师妹反复咀嚼，只觉剑心通明，隐隐摸到了化神的门槛。修行在心，莫要大惊小怪。我随便装个逼你都能悟，你这脑补能力不去起点写小说，真是屈才了。仙尊有令，这姓陆的只要在白县内就邪门得很。硬拼不行，看我用绝世演技混进他身边，从内部把他忽悠出来。救命啊！里面可是地九峰的高人。
我等是逃难的流民，被妖兽追杀至此，求高人发发慈悲，赏口饭吃吧。大师兄，这几人来路不明，身上似乎还有隐晦的波动，不可不防。妖兽追袭，我操，外面这么危险的吗？万一妖兽冲过来，把我的院子撞坏了怎么办？不对啊，只要进了我的无敌领域，管你是妖兽还是神仙，通通都得变成战五渣。放几个流民进来，还能显摆一下我卑卑天悯人的高人风范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小伙，让他们进来吧。多谢恩人，多谢恩人。我的仙力，我的大道本源呢？这百县里面到底是什么见鬼的地方？我怎么瞬间变成纯凡人了？不行，稳住！哪怕没有修为，凭我3寸不烂之舌，今天也必须把他骗出院子。恩长大义，实不相瞒，我等虽然是流民，但在逃难途中，于后山30里外的一处山洞中，发现了一座极品仙金矿脉，那里宝光冲天，绝对有重宝出世。只要恩人随我走一趟，那满山的宝物全归恩人所有。30里外，你他妈让我出白线！老子出了这条线就是个连鸡都杀不死的废物。别说仙金矿，你就是把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搬来，小爷也绝对不迈出这院子半步。区区几块破石头，也配让小爷挪步？不愧是主人，连仙金矿都视如粪土，这等超然物外的心境，我等终其一生也难以企及。这都骗不动，你装什么清高啊？那可是仙境啊！恩人，其实不仅是仙境，那洞里还有一株即将化形的10万年仙药，只要您现在出门，走2步就能拿到，真的就2步。恩人，10万年仙药啊，马上就要长腿跑了，您就走出院子就2步，我给您带路。去，少拿这些破烂玩意儿忽悠我，别挡着我扫地。刚落的槐树叶都被你踩碎了，还2步？小爷信了你的邪，只要我一踏出这个地方，立马变成战五渣，到时候别说仙药，连根毛都捞不到，休想骗我出门。这哪里是扫地，这是在强行抹除天地间的因果业障。那把破扫帚，分明是蕴含着大毁灭法则的无上神器。他刚刚说破烂玩意儿，是了，连因果都能随手扫灭的禁忌存在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区区10万年仙药？我这是在凭腐烂无语他呀！多谢前辈不撒之恩。这3个人怎么赖着不走了？天天蹲在我院子里蹭吃蹭喝。要不是看他们干巴瘦的可怜样，小爷早就一扫子把他们全扫出去了。老大，你看前辈吃的那绿色的长条灵植，那恐怖的生机，莫非是传说的青龙不死药半生根？不仅如此，你看前辈吸溜面条的节奏，一呼一吸之间，暗合天道梵音。他每一口都在吞吐宇宙潮汐的本源之力。别说话，用心砍味。你们仔细看前辈啃大葱时的眼神，那种视万物为刍骨的超然，那种返璞归真的无上道韵，仙界算个屁啊！上面那些仙人天天闭关打坐，简直是走火入迷。这里才是真正的大道尽头。吃大葱，吃面条，这才是修仙的终极奥义。看什么看？主任的一举一动皆是天道，能让你们在院子里看主人吃饭，已经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了。是，仙子教训的是，连个丫鬟用的抹布上面都缠绕着如此恐怖的炼气法则。这个院子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地方？我之前居然还想骗他出去，我真该死啊！前辈，您歇着，这等梳理天地因果的无上伟业，怎么能劳烦您亲自亲为呢？晚辈来，晚辈这就来。啊，这人有病吧？扫个地还抢着干，还无上伟业，这年头的流民脑子都不太正常吗？算了，免费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。这神经病哪儿来的？扫个觉搞得跟要飞升一样，脸都憋红了。这修仙界的劳动力也太廉价了吧？罢了，既然你与这扫帚有缘，这院子的因果便交由你梳理吧。多谢前辈赐下那天大的机缘，晚辈定不负所托。天哪，前辈竟然把梳理天地因果的重任交给了我！这把扫帚上残留的道韵，足够我参悟300年了。
我白三要崛起了。大师兄，师妹历练归来，幸不辱命。回来了，外面风沙大，去洗把脸吧。大师兄，您传授给我的弱水剑意，简直是无上大道。这次东荒论剑大会，我牢记您那句“满则溢，空则荣”。面对血河宗的3名元婴期长老，我只出了一剑，就一剑。那3人的护体刚毅如同纸糊，瞬间被弱水剑意同化，化作一滩水渍。现在整个东荒都在传，我地九峰出了绝世剑仙。我超，我他妈什么时候教过你弱水剑意了？我就给你倒了杯茶水溢出来了，你还一剑砍了3个元婴长老？你砍就砍了，你到处报我的名号干什么？这下好了，血河宗的老祖要是找上门来，我这战五怕一出这院子，不得被剁成肉酿喂狗？只是杀了3个元婴，就值得你如此心浮气躁的来向我邀功？是啊，在大师兄眼里，元婴期不过是蝼蚁，我竟然因为斩了3只蝼蚁就沾沾自喜，我真是太肤浅了。大师兄是在敲打我，让我不要迷失在世俗的虚荣里。一剑斩3个元婴，前辈竟然嫌弃他心浮气躁。这地九峰的水，比9天银河还要深啊！仙尊，下界传来的消息确认无误。这女修施展的剑意中蕴含着一丝极其纯粹的水之大道法则，下界法则残缺，化神期修士绝不可能凭空悟出此等大道，这背后必有高人指点。高人？除了太乙圣地地九峰那个死活不出院子的变数，还能有谁？本尊派白三他们下去试探，至今杳无音信，只怕已经折在里面了。此人不仅无视天道法则，如今连他身边的蝼蚁都开始触碰大道，绝不能再留。知道错了就好，修仙修心，去吧。多谢大师兄敲打，如烟定当闭关苦修，绝不再因斩杀几只蝼蚁就沾沾自喜。唉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可算走了。你再待下去，我真怕血河宗的老祖提着大刀杀上门来，我这战五逼的心脏受不了啊！哎呀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九峰吗？真是个清静的好地方呢。我操，极品啊！这与众不同的风格，修仙界现在都这么开放了吗？等等，他脚尖卡在白线外面。上界那群人刚刚，这绝对是上界派来整我的敌人，这是想骗我出区，没门儿！老子死也不出去。仙尊说此人深不可测，果然有些定力。我这9天魅惑之术，连化神期修士看一眼都会道心失守，他竟毫无反应。公子，你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多无趣呀！出来嘛，陪奴家到后山的林子里论道一番如何？论道，我特么也想啊！但我只要敢跨出出现这条线一步，失去无敌领域，你怕不是反手就把我吸成干尸？休想骗我出去！今天就是憋死在这儿，也不会出去。公子，只要你跨出这一步，奴家整个人都是你的了。这女人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唧唧歪歪吵死了，还让不让人安安静静喝口茶了？我茶凉了。言出法随，这绝对是言出法随。仅仅4个字，就把上界赐予我的九尾魅惑本源彻底抹除了。他根本不是什么装腔作势的凡人，他是凌驾于天道之上的绝世大能。上界那帮瞎了眼的蠢货，竟然让我来应和这种禁忌存在，这是让我来送死啊！我操！他怎么突然吐血了？我发誓，我连他一根指头都没碰啊！这修仙界的女人都这么不讲武德吗？骗我出去就算了，现在开始玩碰瓷了。要是讹上我可没零食赔啊！你还要在地上趴多久？前辈饶命！师
我有眼无珠，冲撞了前辈，求前辈高抬贵手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这就害怕了？难道是我刚才磕捶背的动作太帅，把他镇住了？不管了，趁现在赶紧打发走，不然我的底细迟早暴露。既然知道冲撞了，还留在这里碍眼，我刚才说了，我的茶凉了。前辈没有杀我，他还特意点出茶凉了，这是在给我将功折罪的机会啊！他在考验我的道心。前辈息怒，小妖这就为您重新沏茶。小妖的九幽湖火控温极佳，最适合煮茶了。这壶有毛病吧？让他走他不走，非要跑进来给我烧水。胡媚儿，你在搞什么名堂？本座让你去诱出那个装凡人的蝼蚁，你得手了没有？仙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完了完了，果然有同伙。上界仙人，这是要来找我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全家才是蝼蚁！你祖宗18代都是蝼蚁！前辈乃是执掌大道，在红尘中游戏人间的无上至尊。你们这群井底之蛙，竟然敢妄图揣测前辈的布局！本姑娘现在已经弃暗投明，荣幸的成为了前辈院子里的一名烧水丫头。你们要是再敢对前辈不敬，不用前辈出手，老娘第一个上去咬死你们！贱婢，你安敢如此放肆？本座要将你神魂俱灭！我操，大姐你没事吧？你骂他就骂他，干嘛非要把我带上？你这是嫌我嘎得不够快，非要给我拉满上界的仇恨值吗？完了完了，这上界的肯定记恨上我了。万一下一次他们直接在天上往我这里扔石头怎么办？我这能扛得住核打击吗？前辈，那群瞎了眼的已经被小妖骂退了。前辈不屑于理会这种蝼蚁，小妖愿意代劳。水沸了，莫要误了火候。是，前辈教训的是。小妖这就为您沏茶。前辈面对上界的威胁，竟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，满脑子只有这炉茶水，这是何等藐视万物的心境！我果然抱上了最粗的大腿。好一个陆长生，好一个第九峰，竟然连九幽狐妖都被他瞬间度化，甘愿去当个烧水丫头。这等兵不血刃便能扭转因果的手段，简直深不可测。看来这陆长生绝非等闲之辈，常规的诱饵对他根本没用，去多少都是送菜。仙尊有令，绝不可让此子继续龟缩。既然常规手段全废，那就只能去请出那位与仙尊同辈、一直闭关隐世的剑道第一人了。有叶无缺前辈出马，定能将那装神弄鬼的陆长生现出原形。叶前辈，下界出了一个极其狂妄的异术，疑似上古大能转世，龟缩不出。晚辈无能，恳请前辈出山扫平此地。我操！让我去下界打架，老子是个穿越过来的纯凡人啊！我这系统给的万剑归宗全息投影仪马上就要没电了，除了能制造顶级威压特效，给我镀上仙尊表面实力，根本没有任何杀伤力。平时在天上糊弄一下你们这群傻仙人混吃混喝就算了，你让我去跟下界的大能硬刚，去了不就露馅了吗？前辈若是不愿，区下界蝼蚁，也配让本座出界？罢了，荆棘私斗，本座便去凡尘走一遭。老子先答应下来，等到了下界，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躲，谁他妈真去打架谁是狗。牛皮吹出就收不回来了。这趟下界，我得想尽办法躲着那个陆长生，万万不能真照面。我这空架子可经不起人细看。前辈大义，晚辈这就去点齐仙宫3000精锐，为您擂鼓助威。慢，对付区下界仇蚁，何须兴师动众？本座一人一剑足矣。带3000人，那我这纯凡人的底裤还不被你们看穿了？我这万剑归宗全息投影仪的电量只剩10%了，带你们去开演唱会吗？前辈说的是，大道至简，是晚辈肤浅了。剑1剑2，你们2人作为前辈的剑士，下界随侍左右，照顾前辈起居。誓死追随叶前辈。
完了，甩不掉了。有这2个保镖跟着，我特么连跑路都不敢跑快了，怕他们看出我没有身法。我操！这空间传送真太晕了，比坐过山还猛。推麻了，推麻了，千万别被看出来。师弟，你看前辈这一脚，刚好才行，石子按速地成寸的空间法则。不错，你看那石子飞出的轨迹，竟将周围的空间乱流瞬间抚平。前辈这是在敲打这方天地，让其臣服啊！赶紧把待机特效关了，省点电。这破机器不能太阳能充电，用一点少一点。前辈，您竟然将一身通天修为尽数内敛，化作凡俗之气，这便是传说中的神物自会，大道无形吗？晚辈受教了。看破不说破，走吧，去前方城镇。这俩傻子又脑补了什么？修仙界的人脑子都有问题吧？你们是不知道，那位陆长风简直是杀神降世。前几日赵武急冲过去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用了什么惊天法宝？法宝个屁！陆前辈眼睛都没眨一下，随手弹了一颗花生米。就1颗花生米，直接把它砸成了肉泥，连带着天都给劈开了。花生米秒杀魔头，这他妈是哪里来的变态大能？我靠！我这投影仪只能模拟出仙尊的威压，连根毛都杀不死啊！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去，去了就是送外卖。我得想个办法在这小镇苟住。前辈，您怎么了？可是这群恩夫俗子在此大放厥词，扰了您的清修。前辈若是不悦，晚辈这就去会会他们。休要胡闹！拔啥呀？人家吹的是个能用花生米当核弹扔的变态大能。你们去惹事，万一把他引来，老子这全靠电池运动的纸老虎，连跑都跑不掉。大因牺牲，大象无形。这世间万般因果，皆有定数。我们就在这小镇住下吧。住下？前辈，我们不是要前往圣地，去会会那个陆长生吗？哼，你懂什么？去圣地？去送外卖还是去送人？我就在这小镇待到天荒地老，打死也不挪窝。我懂了，前辈这是在布局啊！布什么局？你看这小镇的位置，恰好在圣地龙脉的7寸之上。前辈在此驻足，分明是要以这小镇为天地大阵的阵眼，不费一兵一卒，隔空锁死那人的气运。前辈深谋远虑，晚辈愚钝，竟未能看穿这惊天大局。前辈高明，这俩货又在脑补什么鬼东西？算了，唉，只要不让我去圣地，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。跨界感知疯狂预警！我操，什么情况？东南方向怎么突然冒出来一股这么恐怖的灵力波动？这他妈绝对是化神期以上的怪物啊！难道是上界派来整我的神仙？不行，我现在的范围才扩大了这么点儿，只要敢踏出白线一步，我连村口的大黄都打不过。大师兄，您怎么了？可是有什么变故？无妨，只是东南方有只不知死活的蝼蚁，在试探天机罢了。大师兄的目光似乎穿透了无尽虚空，连我这化神期的神识都毫无察觉。大师兄却已在洞察天机。那气息怎么这么诡异，一闪一闪的？难道那家伙在憋什么大招？只要我不出去，他就拿我没办法。死狗，必须死狗！那陆长生能用花生米秒人，绝对是个隐世老怪物。万一他主动杀过来怎么办？我得把这仙人特效开关，营造出一种我深不可测、随时会暴走的假象，吓退他。对，空城计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破电池快没电了，
只能省着点暗了。我抄，那道威压怎么还在闪？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催命星啊！这人到底放不放技能？老子腿都麻了。他要是敢跨进白线，我绝对秒了他。可他就在天边闪，这他妈是在卡我无敌领域的平 A 距离。三师弟，你看大师兄的眼神深邃如渊，面对如此恐怖的挑衅，大师兄竟然连西瓜都没有放下，这是何等的心境？不错，那暗中的老怪物用威压一闪一灭，分明是在施展某种阴毒的手段试探，而大师兄以静制动，用无上定力锁死了对方的契机。啊！我让你按，这陆长生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我都把仙人特效开到最大限度了，他居然连个护山大阵都不开，就这么干坐着吃瓜？完了，这破投影一快没电了，他肯定是看穿了我的空城计，就等着我电量耗尽杀过来呢。主上神威，主上在用明灭不定的无上大道去腐蚀太乙圣地的天地气运，这等杀人于无形的仙家手段，那陆长生定然已经吐血三升了。管你闪不闪，老子真憋不住了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总不能让我在这儿硬生生尿你憋死吧？那也太丢穿越者的脸了。大师兄出招了！一粒瓜子，定鼎乾坤。大师兄这是用最纯粹的肉身伟力，将自身大道凝聚于西瓜子中，要隔空斩断那老怪物的法则之源。大惊小怪，不就是吐个籽吗？吃西瓜不吐籽儿，难道还咽下去长出个西瓜藤来？我操！我的高仿仙气投影仪，这可是系统给的宝贝啊，怎么突然就自爆了？主上，您的本源道气竟然碎了，那人连面都没露，仅仅相隔万里，就用一缕契机碾碎了您的大道投影，此子恐怖如斯。什么契机碾碎？明明就是这破烂玩意儿电池漏液了。不行，再待下去要露馅了，赶紧撤！哼，这人倒是有几分蛮力，竟能震碎本座的大道测灵石。主上神威，若非主上刻意收敛契机，以无上法力护住属下，那人的法则反噬，定能将这整座城池夷为平变。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？哼，应对？本座岂会与这等山野村夫一般见识？此地灵气浑浊，污了本座的法眼，大吉为重，立刻转移。拿去换，说不定还能换半个肉包子。不能浪费，绝对不能浪费我的钱啊！主上竟然连对方的大道残渣都不放过，这是要将其带回提炼，反制那人。主上真乃算无一策。大师兄小心，这是传说中的跨界水镜，那老怪物必定是要顺着您的气息，隔空施展绝杀大术。来得好，今日我便要用开天体术会一会这等天外魔头。我操，见鬼了！我就吐了个西瓜籽儿，怎么吐出个现场直播来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领域升级后解锁的跨界感知功能？等等，这绝世老怪在干嘛？他在捡渣渣。系统给的宝贝坏了，以后我还怎么装啊？心疼死了！他捡的是什么东西？这特妈不会是修仙界拼夕夕地摊货的套路吗？再看看他那手忙脚乱的样子，这哪是什么9天之上的大能？绝世高人会心疼一件宝贝？这分明是个穷逼骗子！这货不会跟我一样，也是个靠装混饭吃的纸老虎吧？大师兄，那人正在收集法则碎片，必是在酝酿惊天阴谋。我们是否要敲响警钟，开启护山大阵？大师兄，让我冲进水镜，直接一战！大阵，冲进去！你们仔细看他的动作，形如丧家之犬，气如破衣烂纱。此人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
形如丧家之犬。大师兄一眼就看穿了那人的虚妄本质，那看似深不可测的收集之举，在大师兄眼里，竟如同捡破烂一般可笑。是绝世大能如土鸡野狗，大师兄的境界已经超脱了这方天地。这两个傻徒弟又在脑补什么鬼？不过对面那个既然也是个战无常，那我正好隔空敲打敲打他，让他少打我这块宝地的主意。如烟，摆残局，上好茶。是，大师兄要与上界仙人隔空斗法了。我操！跨界投影，这下界土著竟然能反向锁定我！完了完了，绝世大能找上门了！不行，我可是有系统的男人，气势不能输。海宝贝坏了后，系统自动给我出效包装了。只要我装得够高深，他就看不穿我是个菜鸡。哟呵，这货挺能装啊！这特效起码值5毛钱。看老子先发制人！道友，既然都在看，不如对弈一局。落子天元，这手竟然暗含斩断天道轮回之意，好狠的杀招！他这是在警告我，他随时能掐断我的生路。哼，下界蝼蚁也配与本仙对弈？我他妈连围棋规则都不知道啊！随便下吧，只要姿势够帅就行。奇怪了，他这棋下在边角，天元对边角，这是什么下法？我操，他下的不会是五子棋吧？这5毛钱特效还自带紫光，差点被他唬住了。道友的棋路真是剑走偏锋啊！上界仙人这一字，似是要以边角之势包围中原，歹毒至极。但大师兄一眼看破，那声剑走偏锋，明是洞察了对方的破绽。大师兄威武！请茶。这是什么罡风？这土著吹口热茶，居然蕴含着九幽破灭法则。他想隔空震碎我的神魂。哦，疼！但绝不能叫出声，不能丢了仙人的牌面。烫死我了！这下界土族到底什么修为？吹口热气直接破了我的仙力护体。不行，忍住，绝不能被他看见。这家伙什么情况？喝个茶，怎么突然就把茶水全扣裤裆上了，还冒烟了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仙人漏料，气化成仙气？十分的不对劲。他刚才摔杯子的声音那么响，表情还有点生气，这绝对是在向我示威。莫非我之前的判断是错的？他是装弱，想引我出现吗？师弟，你看上界仙人那周身萦绕的白雾，那是传说中的焚天逐海诀。他摔杯为号，是要将这方天地化作火海。好恐怖的威压，连空间都扭曲了。不是扭曲个啥啊？那是热气捂住了水晶的尽头，好吗？你们两个快别说话了。道友这杯茶，可真是好大的火气啊！气都跑我这儿来了。我操！他站起来了，他放狠话了，他自带 BGM 要杀过来了。我特么就是个凡人啊！完了，露馅了！高人怎么会被吓得连杯子都拿不稳？这下全完了！他摔杯子了，他不仅不怕我的特效，他还摔杯为号，他要动手了。这土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天干物燥，这天有点热。一把破蒲扇，隔着这么远扇塌了我的床，这他妈是什么怪物？系统快切断通讯，再看一眼我要没命了！道友，果然深不可测。今日这盘棋，本座改日再下。太好了，这家伙终于要走了。
他要是再带下去，我就要露馅了。慢走，不送。妈呀，吓死我了！刚才那到底是个什么特效大片？还要跟我下棋？下个腿啊！我连五子棋都下不明白。等等，刚才那家伙摔倒的姿势怎么那么眼熟？连滚带爬，双手乱抓，连头顶的帽子都歪了。这下盘虚浮、手脚僵硬的德行，不就是我前世在菜市场看到的碰瓷老头吗？他要是真仙人，能被一阵风吹得毫无防备？我操，这人不会真跟我一样，也是个没有修为、全靠特效装样子的赞武渣吧？不对，我要是刚才指着他的鼻子大喊：“你个屎骗子，根本没修为！”万一他反问一句：“道友是用何等仙家秘术看穿我的？”我怎么接？难道我要说我看你走路外八字，下盘不稳？那我这绝世高人的马甲不就当场掉了吗？真正的大能都是用神识扫来扫去，谁用肉眼看人啊？看破不说破才是宗师本色。好险好险，差点就暴露了我只能靠眼睛看人的事实。太可怕了，大千世界怎么会有这种怪物？随便挥一下破扇子，我的床就塌了一半。这绝对是超越仙帝的无上存在。完了，他最后那个眼神仿佛看穿了世间一切虚妄，他绝对看穿我是在装了。可是他为什么不当场揭穿我？以他的实力，顺着网线过来把我拍死也就是一巴掌的事啊。我懂了，这就是真正的高人风范。他不屑于揭穿我这种蝼蚁，在他的眼里，我刚才的样子就像是3岁小孩在舞大刀。他不揭穿我，是在警告我，我在他面前不过是个跳梁小丑，他留着我是当个乐子。前辈大义，晚辈知错了，晚辈再也不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了。大师兄刚刚就扇了2下扇子，就把那小子吓退了。大师兄可真是有2把扇子。何止2把，大师兄的蒲扇简直是无上神兵，一扇就能震退上界仙人。可真能想啊！再快搭下去，我都圆不了场了。定是大师兄长拙，多年不愿轻易展现无上神通。大师兄的境界，恐怕早已超脱了这方天地。我也要努力劈柴，以后跟着大师兄，学着扇退仙人的本事。前辈，您歇着呢，没打扰您清修吧？我操，这家伙怎么又来了？难道他看穿我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了？你若再敢过早，本座不介意顺着这水镜抽烂你的神魂。前辈息怒，晚辈绝无冒犯之意啊！实在是天上那帮仙人逼人太甚，非逼着晚辈跨界来讨伐您。有点意思。这位爷连眼神都能杀人，我那点3脚猫的金手指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，为了保命，只能全盘托出了。前辈，晚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哪敢真跟您动手？但上界盯得紧，晚辈若是不出手，他们就要降下天罚。哎呦我去！弄了半天，这也是个怕死不敢出门的怂包。看来他也被上界给逼急了。那依你之见，当如何？晚辈斗胆提议，咱俩演一场戏，咱们就在各自的地盘上互放狠话，弄点惊天动地的法术特效，假装打得难解难分。只要咱们不离开各自的阵法半步，天上那些监工就看不出破绽。前辈，请意下如何？好家伙，这是合谋骗 KPI 啊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送上门的台阶不踩白不踩，这下不用出白线了。天道如棋，既然你想做这过河卒，本座便陪你下这一局。开始吧。陆长生，你这缩头乌龟，今日我叶无缺便要跨界而来，踏平你太乙圣地，取你狗命！这小子演技可以啊，不去横店当群演屈才了。行，我也得配合一下，随便扔点啥吧。过奏。我操！我就是随手弹了根剔过牙的如谦，
这特效怎么跟炸弹爆炸似的？叶无缺那小子不会被我一尖子给整没了吧？这戏还怎么往下演？一根剔牙的竹签竟能化作镇压万古的神柱，大师兄这是在用实际行动点化我。万物皆可为剑，这才是剑道的极致。而且师姐，你看，打成这样，我们小院里却连一片落叶都没被吹起。大师兄也太厉害了吧！不是，这俩在说什么啊？我就是坐在椅子上没动而已啊。这脑补的毛病是不是会传染啊？好一个太乙圣地陆长生，这根蕴含无上大道法则的紫金神柱，果然霸道。但我叶无缺绝不退缩。这陆前辈太够意思了，这特效给的满分！我这口血吐的正是时候，这波演技绝对能拿小金青。前辈为了护我仙域周全，竟不惜燃烧精血，硬抗那等绝世恐怖的一击。前辈高义啊，我等誓死追随前辈。别哭，只要本前辈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让那陆长生踏入我仙域半步。嘿嘿，收买人心这本领，我可是数一数二的。顺便应付天上那群监工的 KPI， 完美。师尊，这真的下界修士能引发的动静吗？那个陆长生随手一击便有毁天灭地之力，那个叶无切竟然也能硬扛下来。为师看走眼了，这陆长生一直龟缩在院子里，我还以为他是有所顾忌，如今看来，他分明是境界太高，不屑于出院子。那叶无缺呢？叶无缺此子虽修为稍逊一筹，但敢于越劫挑战这等怪物，且能硬扛一击，实乃我仙界需要的天才。这两人的交锋定有大因果。这小子的演技也太浮夸了吧，那血吐得跟喷泉似的。不过既然他这么卖力，我也不能冷场。叶无缺，你区区萤火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，能挡下本座一根如铅，你足以自傲了。陆长风，今日算你走运，我的仙宫正处于反噬期，改日定要让你好看。本座在太乙圣地，随时恭候，滚吧。唉，可累死我了，这演了半天的戏，希望那位神仙老爷满意吧，不然我这戏可就白演了。哎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天上掉垃圾了！陆长生，你以为你在狗？这整个凡界本身就是个局。我操！什么局？整个凡界是个局？你他妈把话说清楚啊！这意思是整个凡界是个巨型炸弹吗？那我这院子还在凡界地上呢，万一地壳炸没了，我这无敌领域岂不是要跟着漂流太空？妈呀，这演戏比真打一架还累。还好我机智，最后关头把那道传音符塞进了空间裂缝。陆长生那个家伙肯定收到了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上界那群王八蛋把整个凡界当成养武的棋盘，你想在院子里当缩头乌龟，哪有那么容易？反正情报我送到了，天塌下来有他那个高个子顶着，我只是个柔弱的系统宿主。我得赶紧找个地洞钻进去，闭关个800年再说。大师兄，您刚才与那仙界之人隔空斗法，随手一击便震碎虚空，如烟在旁观摩，剑心大震。是啊，大师兄，那叶无缺号称仙域第一天才，在您的无上道法面前，竟然连一根竹签都挡不住，直接吐血败退，太解气了！斗个屁的法！那孙子吐的血比我喝的水都强，而且他走之前还给我留了个惊天大雷。不行，我不能表现出害怕，万一被他们看出我其实慌的一批，我这高人像就全毁了。区区一个叶无缺，不过是跳梁小丑，真正可悲的
是这世人。大师兄此言何意？难道仙域还有更大的阴谋？你们以为我们在这儿是在安稳修行吗？其实，这整个凡界本身就是一个局。整个凡界是个局。大师兄的意思是，连我们太营地，连这东荒万族，都只是上界仙人手中的棋子。以天地为盘，以众生为子，这也太恐怖了。不是，我就随口装个深沉，你们俩还真敢往下接啊？什么天地为盘，众生为子？你们这脑洞不去写玄幻小说可惜了。不行，既然已经装出去了，硬着头皮也得演到底。只要我不露怯，我就是世外高人。世人皆醉，一叶障目。你们看到的，不过是别人想让你们看到的罢了。大师兄手中的法器看似凡物，竟隐隐透着洞穿虚妄的大道气息。难道大师兄正用它窥探天机？好家伙，第2级解锁的跨界感知能力确实好用，这观感也太好了吧！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让我看看这天元大陆，天元大陆到底是什么模样？还挺壮观。咦，等等，边缘那是什么东西？怎么这么晃眼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难道他们发现我了？这金圈子一看就是大能手笔，惹不起惹不起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在我这1厘米1分米扩大的院子里苟着吧。大师兄，您可是看透了这天地球皇，看到了什么？快同我们讲讲。讲啥？难道讲我看到咱们都被圈起来了？光是看到都吓死我了。不行，绝不能让他们看出我怂了。不过是一道金色环线罢了，画地为牢，也就那样，不用怕。什么？金色环线？难道是上古残卷中记载的仙界用来汲取凡界气运，隔绝飞升之路的锁天金环？难怪万年来再无人飞升。大师兄竟一眼便看穿了上界仙人万古的谋划。什么锁天金环？听着就要命。这上界仙人要是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底牌，还不得下凡来弄死我？无妨，只要我不突出这小院半步，就拿我没办法。他这局便是个死局。大师兄的意思是，只要他坐镇这小院，以这方寸之地为阵眼，便可反向镇压上界仙人。这是何等的气魄，何等的无敌！大师兄小心，上界似乎察觉到了您的窥探，这虚空马上就要裂开了。好家伙，真裂开了！我就拿望远镜看了一眼天上那个金园子，至于顺着网线来打我吗？等等，巨大的金圈，画地为牢，隔绝一切，制定天地规则，这设定怎么这么耳熟？啊，这不就是我的无敌领域的放大版吗？以特定位置为圆心，绝对掌控范围内的法则。整个天元大陆根本就是上界某个超级大佬的私人领域啊！原来如此，以天地为界，圈养众生，好大的手笔！这整个凡界竟都是他的领域。领域？大师兄，您的意思是，这天地牢笼并非什么上古阵法，而是一位无上大能的道法领域？对啊，别人跨进我的白线，那是尽显即使，被我言出法随。我要是一脚踏出这个小院，那不就是走进了那个上界大佬的领域里，绝对不能出去。这要是出了院子，在别人的地盘里，我连个战五渣都不如。人家吹口气我就化作灰了，我必须苟在我的这1厘米1分米里，出院子是不可能的。想引我入局，做梦！只要我不出这方寸之地，他的领域规则就奈何不了我分毫。大师兄，这是在干什么？
他是在以这小小院落的法则，去硬抗一整个天地法则。何等霸道，何等狂傲！用一截凡俗粉笔画出的剑线，竟然是在向掌控一界的上界仙人宣战。这就是我们的大师兄。陆长生，你既已看破天机，识破了本座的戒律，为何还要龟缩在那弹丸之地？妈耶！圣主显灵了，他果然承认这是他的戒律了。他这是在疯狂挑衅我，想骗我走出安全区。我俩是为人，能上这种当？只要我不出去，你就算在天上唱3天3夜的歌，我也当没听见。你的戒律又如何？有胆子你跨过我这条白线试试！狂妄凡人，本座受天地桎梏，无法真身下界。但你以为不出这圈子，本座就奈何不了你？9天仙宫座下弟子奉命下凡。陆长生，你若是个男人，就滚出来与我堂堂正正一战！哪里来的野狗，敢在我大师兄院外狂吠！大师兄，让我去撕了他！退下，杀鸡焉用牛刀，莫要脏了你的手。好家伙，你别去啊！你一个炼虚期出去跟上界仙人弟子打，万一被打死了，谁给我劈柴做饭？再说你出去了，这白线外的狂暴能量余波见到我怎么办？三师弟，听大师兄的。大师兄不让你去，必定是知道了其中暗藏的道理。等等，这仙人说受什么天地桎梏，只能派个小弟下来在门口叫骂。天地桎梏，扯淡！这套说辞我熟的不能再熟了。我天天跟李道然老头说我道心未稳，不宜下山，不也是这套路吗？难道天上那个也是个绑定了系统的凡人？出了那座破仙宫就是个战五渣？原来是个段位比我还高的狗弟，居然把无敌领域建在天上，真是太骄足了。既然你们都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！大师兄小心，这是上界仙力！就这，没吃饭吗？万法不侵，绝对的万法不侵。大师兄连一根手指都没动，上界仙人的神通便冰消歪斜，这等境界，难道已经超脱了这方天地的3000大道？大师兄法力无边，区区仙界蝼蚁，连大师兄的一根头发丝都伤不到，还敢来门外叫嚣？不可能！师尊赐下的诛仙剑气，怎会泥牛入海？这院子有怪，我绝不能踏进去半步。果然不敢进来。物理攻击无效，魔法攻击也无效，只要我不出现，我就是神。既然大家都是画地为牢的狗弟，那我今天必须在嘴炮上狠狠碾压你。上面的别装了，什么天地至浩，什么无法真身下界，骗骗他们也就罢了，你以为能骗得过我？我前世网文看多了，这种只敢在天上挂个全息投影放狠话的，绝对是被天地法则卡着下不来。只要我不出这条白线，你就是个超轻3D 大头贴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师尊他老人家受仙界法则反噬之事，明明只有仙宫核心才知晓。狂妄凡虫，你休要猖狂！本仙倒要看看你这缩头乌龟能在那个破院子里躲到几时！下次你若敢踏出白线半步，本仙定要将你抽魂炼魄！徒儿，撤！大师兄高瞻远瞩，原来上界仙人的底牌早已在大师兄的法眼之中无所遁形。大师兄连手都没出，仅凭一句话就喝退了上界真仙，这才是真正的言出法随，大道至尊。这就跑了？我还以为要多费几句口舌呢。不过这逼装得够圆满，
今天又能安心苟住了。白线大天尊保佑，保佑我家母猪这胎生个10只8只。大天尊法力无边，只要不出现，万法皆不沾。大天尊，求你赐我无上刀艺，我也要用菜刀切开开化神器老祖宗。疯了，全疯了！这特么不是我第9峰那个混吃等死的大徒弟吗？你们这群白痴！他就是个毫无修为的凡人，他连杀只鸡都费劲。你们拜他还不如拜村头那条大黄狗啊！大黄狗还能看家护院，他能干嘛？哪里来的疯道人，竟敢亵渎白线大天尊！打他，把他扔出白线外！你个孽徒！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老头子，你这是去哪儿玩乐不给钱被打了？玩个屁！现在整个凡界，连带下武境的散修全在给你立庙。你看看这本白线道祖传都卖脱销了。立庙？这他妈不是造神运动吗？完了完了，名气这么大，万一引起天元大陆修仙界大扫，嘿，我不成了第一邪教头，想打出头鸟啊！世人愚昧，不过是镜花水月罢了。我操！这破书里居然写我一个响屁崩碎了3000世界，纯属胡编乱造。这要是被那些真正的大能当了真，以为我是什么惊天魔头，组团杀上山来，我可怎么活？镜花水月个屁！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外面有人打着你白线大天尊亲传弟子的旗号，到处收保护费。完了完了，债主找上门了！老夫先去后山避避风头，你惹的祸你自己扛。大天尊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您那亲传弟子卖给我们的绝对无敌白线符，一出生就失效。我兄弟就是用了这符，被2阶妖蛛共断了3根肋骨啊！是啊，大天尊，他还强收我们庇护费，说不交就画个圈把我们全圈死。太乙圣地包庇恶徒，今天要是没个说法，我们就死在这白线外面！放肆！大师兄清修之地，岂容尔等喧哗？大师兄何等人物，岂会有那种招摇撞骗的劣徒？再敢上前一步，我撕了你们！我操，这修仙界也有微商杀术，还特么是卖我的盗版周边，这锅我绝对不背。但这帮人堵在门口，万一群殴我怎么办？只要不出这根粉笔线，我就是无敌的。我得装个大的，把这群人镇住。聒噪！本座一生行事，何须宵小冒充？这是言出法随，我可是结丹气魔兄，竟连他一个喷嚏都扛不住！天哪，大天尊这是在清理门户，那人根本不是什么亲传弟子，是魔兄冒充的！
一个喷嚏便能破除魔障，荡平妖群。大天尊法力无边。啊！我就是打个喷嚏，这家伙怎么自己飞出去了？还吐这么多番茄酱。现在的彭四党都这么敬业了吗？大天尊法力无边，一个喷嚏阵阵碎魔障，求大天尊赐法。赐法？我连99能法表都快背不全了，赐什么法？只要我不说话，装高薪就行。这群人也太能加戏了。哎呦我去！东荒这帮吹仔的下手是真黑呀！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们这帮人有病吧？拜他干什么？我操！便宜师傅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躲完债回来了？你别乱爆料啊！我这刚稳住的局面。师尊，您怎可如此无礼？大师兄刚刚一个喷嚏，便震碎了化神期魔修的伪装，救我等于水火。放屁！什么震碎伪装？他那就是着凉了，打个喷嚏。我养了他这么多年，能不知道他底细？他浑身上下连一丝灵力都没有，经脉堵得跟实心大铁棍似的。别说引气入体了，他连只鸡都杀不死。他陆长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没有任何修为的纯凡人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底裤都被这老坑货扒光了。这群人要是发现被当猴耍了，冲进县里把我撕了怎么办？弟子悟了，多谢师尊当头棒喝。啊，你悟啥了？我这是在揭穿他呀！师尊用心良苦，您是想告诉我们，大师兄早已退去铅华，不至于物，不困于形。修仙修到极致，便是不修。对啊，大道至简，返璞归真，没有一丝灵力，是因为大师兄本身就是天地灵气，就是无上大道。师尊这一句纯凡人，震碎了我们对境界的执念啊！原来如此，封主是在打击风点化我等。好一句纯凡人，妙啊，简直妙不可言。我点化个屁呀！我说的就是字面意思。他真的是个战五渣的凡人啊！你们这群人脑子有坑吧？师尊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天机不可泄露啊！干得漂亮！这群脑补怪真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李老头，你今天就是把嗓子喊破，有人信算我输。大道至简，纯凡人，哼，好一个障眼法！此人定是上古一孽，龟缩在那古怪的白线阵法中，死活不肯出来，连本座都看不透虚实。师尊息怒，区下界蝼蚁，仗着个乌龟可罢。弟子愿下界一趟，将他擒来。切记，此人阵法古怪，进线即死。你此去切勿踏入白线半步，想尽一切办法，用尽一切手段，把他从那条线里给本座诱出来。只要他敢出现，便是任人宰割的凡人。师尊放心，对付一个装神弄鬼的缩头乌龟，哼，弟子有的是手段，让他自己滚出来。疯了，都疯了！明明是个战五耙，怎么就没人信我呢？这世道到底怎么了？这是什么气息？
神期修为竟然完全凝滞了。炼虚期的气血之力，竟然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，这绝不是天元大陆的力量。仙气，这是上界仙人的威压。一群下界爬虫。陆长生，见到本仙使降临，还不速速出来跪迎！又来，这特效也太夸张了吧！哪儿来的苍蝇，嗡嗡叫个不停，吵到本座吃瓜了。狂妄！本仙使乃9天之上。要进院子就赶紧跨过这条白线，不进就滚远点儿，挡着我晒太阳了。剑指入内，此人面对我的仙道威压，竟然面不改色，连心跳都没有一丝波澜。难道他真的是上古大脑？怎么还不进来？你可是自带天光大背景的终极 BOSS 啊！这脚尖都快碰到白线了，稍微往前倾一下行不行？求你了，大兄弟，进来让我秒了你吧！好深沉的心机，我携仙界威压降临，他竟连一丝灵力变动都没有。师尊说过，踏入此线必死无疑。他刚刚那句要进就跨进来，分明是激将法。哼。陆长生，你收起那点小心思吧。你想激怒我，骗我踏入你的阵法，做梦！哦，那你待如何？本仙使承认，你这方圆之地的确有古怪，但我仙界之人，最不缺的就是寿命与时间。哼，我不进你的线，你这缩头乌龟也休想出来！我有的是时间，慢慢耗你出来。10年、100年、1000年，我就坐在这里死耗。卑鄙！堂堂上界仙使，竟然用这种无赖打法！大师兄，让我出去跟他拼了！不可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，大师兄没有立刻出手，必有深误。我操！这仙人怎么不讲武德啊？你一个大爆玩什么堵门战术？你不进来，我这无敌领域怎么搞你？而且我还要出去收快递、买柴米油盐啊！就算领域现在每天涨1分米，要覆盖到你那个位置也得好几天，这不得把我饿死在院子里？聒噪。大师兄这是在敲打我们。面对仙人堵门，大师兄不仅不急，反而用一声悲响向我们演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无上心境。大师兄教训的是敌不动我不动，我们在心境上终究还是落了下乘。我教训个屁呀！我是渴了，想让你去烧水。你们两个别光脑补啊，给点实质性建议好不好？刚才那声响，竟然让我体内的仙气产生了一丝凝滞。此人随手一击皆有道云，绝对不能硬拼，必须用计将他诱骗出来。陆长生，本仙使知道你们下界之人皆有口腹之欲，我这9转玲珑鼎乃仙界至宝，今日便用来烹煮一锅龙肝凤髓羹。大师兄，这香气里蕴含着恐怖的仙道法则，千万别吸入。
我操，这也太香了吧！比楼下沙县的鸡腿饭香10000倍。这仙人是来打架的还是来开吃播的？我口水都要兜不住了。不行，我得忍住。我要是现在冲出去喝汤，立刻就会被切成肉片下锅。区凡俗之物也配拿来献丑？大师兄竟然在用这干瘪的凡根对抗仙界至宝的诱惑，大道至简，返璞归真。可恶！他竟然宁可吃那种猪食，也不看我的龙肝凤碎一眼。这是对我仙界仙山赤裸裸的蔑视！好一个油盐不进的下界狂徒！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本仙使不客气了。此乃仙界绝地天通大阵，从即刻起，第9峰与外界彻底隔绝，连一只灵气蚊子都想飞进去，切断一切灵气，切断一切水源，切断一切食物供给。本仙使倒要看看你们能在这座孤岛上撑过几天。不好，外界的灵气彻底被隔绝了，这阵法连地脉之水都截断了。大师兄，我们成瓮中之鳖了。哼，慌什么？区困阵岂能困住大师兄？大师兄不出手破阵，必然有他的深意。绝地天通，断水断粮，这是要把我活活饿死在院子里啊！我他妈是个凡人啊！你们俩可以辟谷吃空气，我3天不吃饭就得去见阎王啊！修行之路，守在练心。这等粗浅的阵法，就当是给你们的闭关考验吧。大师兄良苦用心，如烟定不负所望，借此绝地磨砺无上剑心。完了，米缸见底了，就剩2块发芽的红薯和半把干瘪的粉条了。李老头那个老坑国跑路前把封上的钱都卷走了，现在连外卖都没法点。再这么耗下去，我不被仙人杀死，也得在这个无敌领域里饿成干尸啊！难道我要把这破菜刀煮了熬汤吗？外面那个穿白衣服的神经病把灵气和水源全切断了，摆明了是要把我这凡人活活耗死啊！等等，冷静。我虽然是个没有修为的战五茶，但在这院子里，我是绝对无敌的。系统说过，领域之内言出法随，随手一击皆为大道法则。既然这领域连化神期都能秒成肉丝，那催熟个农作物应该也不在话下吧？毕竟这也算是物理规则的绝对掌控。给我掌！我操！这他妈哪里是种地？这是在召唤树妖姥姥吧？我的领域居然还有这种逆天的农业功能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好家伙，这么大个儿，够我吃半个月了。可是没水怎么洗菜做饭？水来，化清。凡人就是凡人，我这绝地天通大阵，隔绝阴阳，断绝天地灵脉，不出3日，里面那几个下界蝼蚁就会因为灵气枯竭，肉身枯萎而跪地求饶。陆长生，只要你敢踏出那条白线半步，本仙使就。
这是什么力量？生生不息，虚空造物。这分明是传说中仙界至高无上的造化大道。在这灵气被彻底抽干的死绝之地，它竟然能凭空逆转生死，演化万物。开饭了，大清早的练什么功？赶紧趁热吃。这难道是传说中蕴含着完整造化大道的仙果？只是一缕香气，就让我快要枯竭的元神重新焕发生机。大师兄一定是看我们抵挡大阵太过辛苦，特意给我们烤的红薯，特意耗费无上修为，为我们虚空炼制了这等逆天圣物。这俩倒霉孩子又在胡言乱语什么？这就是我在厨房灶坑里随便烤的红薯啊！什么造化仙果？你们修仙修的脑子进水了吧？吃都堵不住你们的嘴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区一个下界蝼蚁，怎么可能随手捏出造化大道？这等逆天手段，连仙宫之祖都做不到啊！不行，本仙使代表9天仙宫的威严，绝不能被一个凡人吓退。他一定是在虚张声势，想用这种幻性吓跑我。我若退了，岂不成了仙界的笑柄？下界狂徒陆长生，休要用这等低劣的障眼法糊弄本仙使！还没走啊？这破阵法不会真要把我困死在这里吧？稳住，绝对不能慌！只要我不出这条白线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得跪。他既然在外面狗叫，说明他不敢进来。上面风大，当心闪了舌头。放肆！本仙使布下绝地天通大阵，断你生机！今日便是来给你下最后通牒的。限你3日之内，乖乖走出那座院子，跪伏在本仙使脚下，磕头认罪。否则，3日之后阵眼引放，必叫你这方圆百里化为齑粉。哼，让你形神俱灭！让我走出去，我出去就是个连鸡都杀不死的战五面。想骗我出塔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哼，门都没有。3日，何须3日那么麻烦？你若真有本事，现在就从这里进来，我让你双手双脚站在这里让你打。哈哈，这货果然是个银样蜡枪头，被我一句话就吓退了。只要我不出去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既然你不肯出来，那就永远别出来了！锁天金环，给我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此乃仙界法则凝聚的锁天金环，你就在里面等死吧！好家伙，画地为牢，这真成坐牢了。我连吃的都点不了了。这破圈看着就漏电，而且离白线就差1寸。万一哪天我起夜袅袅，一不小心碰到了，岂不是当场火化？大师兄，这金环上的法则极其恐怖，我只是看了一眼，剑心便隐隐作痛。大师兄为何不出手将其抹除？二师姐，你这都不懂？大师兄这是在借上界圣人之手考验我们的定力，这是把仙家法阵当成免费的照明灯啊！照明你个大头鬼，老子是出不去好吗？跨过线我就是个战无杀，拿头去抹除还发则，留着吧，
晚上还能省点灯油钱。啊！妈耶，威力这么大！以后睡觉必须离这玩意儿远点儿。到点了，领域又要扩张了。我操！我操！老子的无敌领域是物理外挂啊！每天长1分米，就在一点点把这破金圈往外顶。我还以为要被困死在这里了，感情这仙界禁制在我面前连个屁都不是。到了点必须给我腾地方。仙界法则不过如此。爽！老子的物理外挂就是牛逼，管你什么仙界法则，到了点必须给我腾地方，每天长1分米。哼，虽然慢了点，但只要我苟得住，迟早把这破金宽顶成碎片。无敌真是寂寞，洗洗脚睡觉去。奇怪，大半夜的，是谁在此生事？看这动静，恐怕要掀翻整座山头。大师兄，我突破了！三师弟，晋升，别吵着大师兄了。金环裂了，这可是连大乘期大能都无法撼动的、无法撼动分毫的仙界禁制啊！你们真以为大师兄是被困住了吗？大错特错！大师兄若想破阵，不过是一念之间，但他没有，他是在以这仙界法则为磨刀石，一点一点的将其撑开，以天地为局，以仙界为子，这是何等气魄的温水煮青蛙之举！原来如此，大师兄是在向我们演示如何逆天伐仙，我差点坏了大师兄的无上道基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怎么感觉耳朵有些嗡嗡作响？赶紧破完睡觉，破远点，免得见到我刚换的干净布鞋上。这是完整的空间，达到本愿，主人竟然随手便赐下这等无上机缘。这3个气怕是没救了，我泼个洗脚水，他们居然能看出空间大道。他真的做到了，神迹，这就是神迹，没错，这就是神，在这万丈红尘之中。大师兄用心良苦，师弟受教了。陆长生，你还要在这龟壳里躲到何时？他还没走。我操！这小子是石可朗吗？这么有耐心！陆长生，仙尊有旨，你若识相，乖乖走出这白线阵法，随我回九天仙宫请罪，尚可留你一丝残魂。若是不从，这绳子看着能把山都勒断啊！绝对不能出去，出去必死！大半夜的，你在天上当什么电灯泡呢？不刺眼吗？狂妄殊死！本仙乃九天仙宫特使，岂容你在此放肆！速速出来受罚！有本事你下来啊！哼，本仙身份尊贵，怎会步入这凡俗地底？看来此人根本不敢落地前来。这般修仙高人下凡必然受天地法则约束，或者有啥不能做的事。他要是能直接进来抓我，早就动手了，还用得着在这逼逼赖赖诱导我出去？哦，是嫌我这脏啊？那你滚回你的九天仙宫去啊！跑我这要饭来了？你简直粗鄙不堪！仙尊有令，我只需将你诱出。诱出？搞了半天你就是个没权限的跑腿小弟啊！不能直接动手，是不是憋得很难受？闭嘴！本仙今日就算拼着受下界法则反噬，也要将你这破阵法轰碎！保护大师兄！啊！这不可能！下界怎会有如此恐怖的阵法反噬？那巨龙也太逼真了吧！还好系统靠谱，
给了我这么多奖励，要不然我今天可就交代在那儿了。就这，放个大号烟花连想都不带想，九天仙宫就教了你这些变戏手的把戏。这孙子被反噬了都不敢掉下来，看来是个死脑筋。一直这么僵持着，我还怎么睡觉？不行，得想个法子把他调进来。等等，现在已经过了午夜0点，第2阶段的领域扩张生效了。现在我的无敌范围往外长了刚好1分米。大师兄在做什么？他竟然亲手抹除了隔绝仙道法则的大道边界。破而后立，大师兄这是要主动散去阵法，以纯粹的肉身应战天上仙人，何等霸气！这院子待久了确实有点闷，出来透透气。他出现了，他竟然自己走出了那个诡异的阵法范围，这蠢货，以为随便在地上重新画条线就能骗过本仙，只要他踏出旧线半步，就是个毫无修为的凡夫俗子。陆长生，你终究还是按捺不住狂妄，自寻死路。我要你们都死！来得好，来得好。小样儿，跟我玩心眼。你9年义务教育及格了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本仙明明看着你跨出了那座上古遗阵的旧线，你怎么可能还有修为？上古遗阵，不过徒有虚名罢了。老子这叫系统自带的无敌领域，过了0点，刚好往外扩了10厘米。你自己非要用脸往里撞，怪我喽？怎么，9天之上的仙人，哼，下凡就是为了给本座的院子翻土？你这卑鄙的凡人，你竟敢篡改阵法边界，给我起！还篡改阵法边界，老子拿2块钱一盒的粉笔随便画个波浪线你也信？没文化真可怕。就算没有仙力，本仙也有仙尊赐下的极品仙器昊天镜，只要一丝神念催动，就能把你这破院子轰成平地。嘎了！我操，这损子还随身带手电筒，这光晃得老子眼睛疼。大半夜的乱照什么？这可是9天师仙尊淬炼了万年的仙器啊，被你一脚踹没了。这是大师兄故意擦去旧线，画下1分米的新线，看似是随性而为，实则是以天地为棋盘，算准了这仙人的贪婪与急躁。大师兄这是在用这区区1分米的距离，布下了一个请君入瓮的无上杀局啊！一步之差，便是仙凡颠倒。大师兄不愧是大师兄，哪怕是9天之上的仙人，也被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区区小道，何足挂齿？尔等切记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他竟然连我的心里都算得一清二楚，这等恐怖的心智与实力，绝不是什么凡人。仙尊啊，我们惹上了一个不可名状的禁忌存在啊！我的仙躯，我的万年道基，这到底是什么法则？竟然在剥夺我的本源！无知狂徒，敢踏入大师兄不死的死局，这就是下场。活该！大师兄哪怕只画下1分界限，那也是不可僭越的天堑鸿沟，那也是不可僭越的天堑鸿沟。好家伙，怎么还自带特效的？别一会儿死在我院子边上吧！大半夜的太晦气了。而真把他弄死了，天上那位仙尊怕是要震动降下天法吧？不行，得留个活口回去报信，顺便把仇恨稳住。停！多谢前辈不杀之恩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真仙，求前辈饶命。大师兄，此等下界作乱的蝼蚁，为何留他性命？不如一剑斩了，以绝后患。师姐说的对，敢来咱们第9峰撒野，不如让我一拳把他轰成血雾，就当给院子施肥了。轰成血雾？你们2个暴力狂，真弄成血雾，谁来扫地？你们给我洗地吗？我好不容易装个大肚放他走，你们别搁这儿给我捣乱啊！杀你！脏了我的地！前辈教训的是，小人这就滚，这就滚！慢着，我留你一命是要你回去带个话。前辈您吩咐。回去告诉你主子，想让我出这院子，让他自己滚下来，踏过这条线来见我。大师
师兄这招放虎归山，实乃诛心之举啊！师姐此话怎讲？直接大肆不是更爽吗？你懂什么？你想，那白衣仙族用这底子诱骗大师兄院，可大师兄偏不如他意。大师兄不仅轻易碾压了对方的阴谋，还让这弟子回去传话，逼那仙尊亲自下界，跨过这道生死线。这是何等的蔑视！这是在以一己之力向整个九天仙界宣战啊！大师兄在下一盘囊括天地的大棋。原来如此，大师兄牛逼，让那仙尊自己滚下来送死。炫你个头啊，吓你个头的大旗啊！我他妈就是单纯不敢出这个院子好吗？只要那神经病仙人敢下来进仙，老子就无敌。他不进仙，大家就这么耗着，谁怕谁啊？苟住才是胜利。行了，大惊小怪成何体统？都散了吧，莫要打扰我清修。是，大师兄高瞻远瞩，我等定当努力修炼，绝不拖后腿。如今凡界那些魔头都被我吓破了胆，凡界算是彻底安定了。我这无敌领域每天1分米往外扩，不知不觉，这原本的孤岛小院横生扩成了一整座无敌山。只要我不下山，谁能奈我何？让我用那个跨界感知康康，天上那帮升仙兵在干嘛？仙尊，那陆长生狂妄至极，他不仅废了小人的法宝，还说他还说什么？如实招来。他说想让他出院子，让您自己滚下去，踏过那条线去见他。好一个下界蝼蚁，竟敢挑衅本座！这陆长生所在之地必定布有上古绝杀大阵，连我都看不透虚实，本座才不会傻到亲自下界去踩坑。既然他不敢出来，本座就逼他出来。此乃仙界至宝九转金莲，凡人闻一口便可白日飞升。我倒要看看这下界之人能不能忍住这等诱惑。这是仙界至宝九转金莲，天上那帮仙人疯了吗？把这等神物扔在咱们山门口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金莲离白线只有半步之遥，分明是个诱饵。可是闻一口就能立地飞升了，这也太香了。大清早的，你们围咱口看猴呢？我操，这么大一块纯金疙瘩，还会发光！这要是拿去山下当铺，能换多少只叫花鸡和冰糖葫芦啊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对，就是这样，跨出来！只要你敢踏出那条线半步，离开大阵庇护，本座立刻让你化作光点消散。等等，天上那帮老鹰刚被我骂回去，今天就掉个大金遮打在门口，这绝对是棉被级别的雕玉之法。好险好险，差点就被这大金壳迷了心智。天上那帮人天天憋着坏想骗我出院子，这绝对是顶级仙人条。只要我敢跨出这条白线半步，立马就会变成战五渣，被轰成渣渣。太俗！大师兄，这可是闻一口就能立地废神的九转金鳞啊！金光闪闪的，一身铜气味，晃得我眼睛疼。这等俗物，拿去垫桌脚都嫌它硌得慌。连上界仙人都垂涎3尺的飞升至宝，在主人眼里，竟连垫桌脚都不配。这就是视万物为雏兽的无上境界吗？我能给这等存在当丫鬟，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大师兄说的对，修仙当自强，岂能依靠外物投机取巧？大师兄这是在点拨我们的道心啊！竟敢将本座的九转金莲贬低为垫脚石，他分明是看穿了本座的布局，故意在羞辱本座。师尊息怒，此寮狡猾至极，龟缩在那诡异的白线内，死活不出。诱敌之计恐怕行不通了。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本座就直接收网，传令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启动梵天金环绝杀阵。师尊不可，此阵一开，整个东荒的地脉都会被抽干的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本座要一点点压缩它的生存空间，看这只缩头乌龟还能缩到几时。
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好恐怖的威压！大师兄小心，这是上界的绝杀大阵，他们要收网了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我这领域的白线每天好歹还能往外扩1分米，这金灿灿的花剌端怎么在往里缩？完了完了，天上那帮家伙玩不起了，这他妈是在玩大逃杀缩毒圈啊！照这个速度，再过几天活动范围成负数了。单腿睡觉？主人，这金色环线马上就要压过来了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应对？我拿头应对啊！这特么是修仙大逃杀吗？毒圈都缩到脚跟了，老子不仅要单腿站着，连茶都要喝不上了。我操！这金灿灿的呼啦圈居然是个水溶性的残次品，一泼水就给洗掉了，吓死劳兹了。这是弱水3000，可灭仙魔。大师兄仅凭半杯残茶，便浇灭了上界的绝杀大阵。大师兄威武！这等轻描淡写的手段，简直将上界仙人按在地上摩擦。随手一泼，便是至高法则。主人的修为到底恐怖到了何等地步？不过天上那帮神经病天天这么搞，我这院子迟早被他们拆了。每天扩1分米实在太慢了，要想安心躺平，必须得掌握主动权。这天上的人实在太聒噪。大师兄，那我们该当如何？既然他们非要逼我出这院子，既然这天下容不下一方进去，那本座便将这整个凡界皆化作我的领域道场。我等誓死追随大师兄。半杯浊水，破了本座耗费1000年修为的绝杀阵。师尊，不好了！绝杀大阵被强行抹除，反噬之力险些将山门殿宇震塌。师尊，下界还传来他的法旨，他说要把整个凡界都变成他的道场。好一个把凡界化作道场，竟敢视我9天仙族如无物！小子，是你逼我的，我这就来会会你。